程毅冲白玉兰，为什么这次我反而觉得他赢面比想象中大？错，这话我得先说在前面，网上现在都在说流量演员去争白玉兰就是个笑话，程毅根本不该出现在那个预测名单里。我看了一晚上这种评论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所以这期视频，我想反过来说一句，把程毅放进白玉兰预测名单里，恰恰不是笑话，反而是这个奖项这几年评审风向真正在变的一个最直接的信号。你别急着划走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各位好，今天这期咱们聊一个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转的事儿。豆瓣那边流出来一个第31届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预测名单，程毅因为《长安24季》进了这个预测榜。注意啊，是预测，不是官方提名。但就是这么一个网友推测的事情，把流量演员配不配争正统奖项这个老问题又一次推到了风口浪尖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偏偏是程毅，又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我打算用剥洋葱的方式，一层一层往里看。咱们慢慢来。第一层，先说你看到的，也就是事件本身的表面。事情大概是这样的。2026年5月，豆瓣那边开始流传一份网友自制的白玉兰提名预测名单，程毅凭《长安24季》出现在最佳男主角的候选里。这个预测一出来，评论区直接炸了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几条新闻是叠在一起的。一个是《莲花楼》，这部2023年的剧播放量已经破300亿了。等等，这个具体破亿的时间点我得查一下，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，反正300亿这个数是有据可查的。这个数据放在整个内娱古装剧赛道里都是顶级的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2025年11月，他的一生那部剧里有一段戏，程毅演的角色被宋云云的弟弟误会了，给打了一顿。那段戏在社交平台上传的挺广的，因为他演那种被误会但选择忍下来的层次，被很多观众单独剪出来反复看。所以你看，三件事叠在一起，白玉兰预测300亿播放，被剪出来反复看的高光片段，这就是你在表层看到的全部。但说白了，光看这一层，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，这人热度高。这个结论本身没什么意思。好，往下走，第二层，媒体和热搜没告诉你的部分。这里我得插一句行业背景，不然下面这些话你听不懂。白玉兰奖这几年，这是我自己长期跟下来的观察啊，不是什么官方数据，其实一直在悄悄地变。怎么说呢？以前白玉兰是出了名的老派，评委构成偏传统、偏证据、偏现实主义题材。但从大概2021、2022年那阵子开始，你能感觉到评委席上的口味在往类型剧那边倾斜。一些原本被看作娱乐项的剧种，开始进得了主流提名的视野。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白玉兰对什么算好剧、什么算好演员的定义正在松动。你看见几届的提名名单，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是，披着古装、武侠、悬疑外衣的类型化正剧开始进得来了。长安24季就是这样一部戏，它表面看是古装权谋，骨子里是个非常硬核的人物心理剧。这种戏对演员的要求其实比传统正剧还高，因为你既要撑得住类型剧的节奏感，又要把人物的内心层次演出来。那么程毅在这个节点上被放进预测名单，就不再是一个流量蹭奖的故事了。说得更准确一点，是奖项评审体系在重新校准它的标尺，而程毅恰好走在了这个标尺移动的方向上。这就好比，我打个比方哈，以前的奖项评审像一只老牌基金，只买蓝筹股，现在他开始往成长股里看了。程毅是那种慢牛行情里的长期价值股，不是短线爆款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这不是这2年突然冒出来的事，是从琉璃开始就埋下的伏笔。第三层来了，这才是关键。流量演员这个标签本身就是个伪命题。我想认真聊一下流量这个词。它最早是个中性词，指的就是自带网络关注度的演员。在内娱市场化早期，这甚至是个褒义词，意味着你有市场号召力，能扛收视，能带商务。
但是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媒体话术里把流量演员和演技差的演员画上了等号。这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语义偷换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本来流量说的是市场数据，演技说的是表演能力，这俩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维度。但媒体把它们粘在一起，制造出一个二元对立，要么你有流量，要么你有演技，不可兼得。谁都看得出来，这逻辑站不住脚。我们看看其他人的路径就知道了。这里我必须提一位前辈，赵丽颖。她当年也被贴过流量标签，被质疑过凭什么入围正统奖项。结果呢？2023年屏风吹半夏拿到白玉兰视后，她走的路其实就是那条最朴素的路，用作品说话，用时间换空间，慢工出细活。这条路不是没人走通过，程毅走的其实更难，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被资本捧出来的那种 top 流量，他是从仙侠剧琉璃那个时候慢慢一步一步磨上来的。从仙侠到玄幻到古装武侠到古装权谋，每一步都在往戏的厚度上加码。啊，对了，我得先说一个事，稍微跑个题。其实内娱这几年最大的一个隐藏趋势，就是观众对演员沉淀路径的鉴别能力变强了。以前观众看的是热度，现在观众看的是你这5年都演了什么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。行，现在回到程毅，把他这5年作品列出来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他没有接过任何一部明显是为了刷流量而接的工业糖精剧。每一部都是有人物弧光的角色，每一部都是需要长时间进组，不能闸戏的项目。这个选择本身就已经回答了流量还是演技那个伪命题。第4层，这意味着什么？程毅这条路的独特性到底独特在哪儿？我跟你讲，做这期视频之前，我特地把他的一生那段被打的戏反复看了3遍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前几天群里一个老粉发了个截图，就是这段戏的一个特写，程毅那个眼神里有3层东西。第1层是疼，被打了肯定疼，这是生理反应。第2层是错愕，他知道自己被误会了，但那一瞬间他没解释。第3层，这层最难，是接受。他选择了不解释，不是因为他懦弱，是因为他判断了在那个情境下解释没有用。这种选择忍的戏比选择爆发的戏难10倍。爆发是释放，忍是收。能把收演到让观众心疼，这个 level 的演员在内娱年轻男演员里数得过来。这种细节才是评委真正在看的东西。白玉兰评委里那些学院派的老师，他们看戏不看热搜，他们看的是这一秒演员脸上发生了什么。再说《长安24季》这部戏，我不剧透太多，但程毅在里面演的是一个智谋型主角，这种角色最容易演得装，但他没有装，他用了一种非常 chill 的处理方式，把谋略藏在日常里。这个 style 其实蛮挑战的，因为你既要让观众感受到这个人的脑子在转，又不能让他显得做作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你好星期六上他那段表现，我看了好几遍。他在综艺上的状态特别真实，不抢话，不刻意立人物，就是那种很 chill 的相处感。这种戏外的状态其实挺能说明问题的，一个演员愿不愿意在镜头前做自己，跟他在戏里能放下多少东西是相通的。好，下一个点也是最后一个，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流量演员能不能拿白玉兰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这个问题本身问错了。正确的问题应该是，一个用5年时间把自己从仙侠演到权谋，用作品的厚度回应所有质疑的演员，能不能被主流奖项体系正眼看待？这么问，答案就清楚了。不管这次的预测名单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官方提名，预测毕竟只是预测，我都觉得程毅这条路已经走通了。因为白玉兰的评审体系正在校准他的标尺，而他恰好走在这个标尺移动的方向上。这不是侥幸，是布局。这一步是长远布局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情况不是个人能左右的，是行业的浪潮在变，而你恰好站对了位置。我赌一句，不管这次结果怎么样，下半年到明年，
他会有更大的动作。这个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，作为一个看了他从琉璃到现在所有戏的老观众，懂他的人会懂，时间会证明。最后我想问一句，你最喜欢程毅哪一场戏？是琉璃里与司凤的那段，还是莲花楼里莲花最后的那个回眸，还是他的一生刚才说的那场被误打的戏？评论区告诉我，咱们聊聊。今天这期就到这，咱们下期见。